国宝大熊猫都有哪些阿贝贝？眼前这只把轮胎挂在身上的小熊，名叫壮壮，是个正儿八经的女熊。别看壮妹的阿贝贝是个大轮胎，但只要套到腰上，前面就变成了餐桌，后面是护腰，左右两边则是扶手，可以说是所有打工熊的必备好物。因此壮妹不论走到哪都得揣怀里，甚至就连吃饭也要把轮胎绑腰上。心想带着阿贝贝干饭就是香，要是能带2个就更香了。感觉要是有天把轮胎偷偷拿走，壮壮能和芒小五一样扶树痛哭。而生活在楼观台的小熊党生，则是把不锈钢盆视为他的阿贝贝，爬树看风景得带着阿贝贝，并顺便扔到地上听个响。睡觉时也要抱着盆才能安心，生怕哪天铁饭碗不翼而飞。因为党生的阿贝贝格外结实耐造，他偶尔还会来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运动，这一脚简直踢爆了整个中国足坛。此外，于可的阿贝贝是于爱的脚。二馆长努力拖动身体想要挣脱熊口，可奈何烂背心啃上了瘾，死活不撒开。毕竟这个为他打出生起就爱上了福星胖大海的阿贝贝，则是胖大鱼，据说是亲妈粉送给他的礼物，陪伴大海走过了曾经最脆弱的日子，也是小家伙不可替代的好朋友。胖大鱼待在大海身边好几年，愣是没被咬开过一个口子。哪怕胖大鱼掉下来崩出一片尘土，大海也一点都不会嫌弃好朋友。萌儿最爱的阿贝贝是小凉席，不仅睡觉要板板正正的躺在席子上，起床后还会把小凉席叠成豆腐块，出太阳了还会拿出来晾晒一下，甚至就连生气也得抱着自己的小席子。当萌儿正在安逸的吃着笋笋时，突然一阵妖风把凉席吹走了，着急的二小子笋都不吃了，一个回手掏就死死摁住了凉席，内心 OS 这点家当可得保护好。都知道飞云有个最爱的阿贝贝小白象，上班营业得抱着午休小憩也要搂在怀里，直到小白象被金虎捡走，沾染了男熊气味。萌妹恼怒之余便把小象打入了冷宫。如今奶妈又补偿给飞云一个玩偶，萌妹把玩了很久都还是白白净净的，看得出她真的很爱每一个阿贝贝。靓女雅一的阿贝贝是大红球，吃笋笋时要搂在怀里，被姨姨们夸感到不好意思时，雅一就会抱着阿贝贝娇羞的扭啊扭，摇得姨姨们心都快化了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小熊的阿贝贝呢？萌兰的智商究竟有多高？学习能力强，擅长观察模仿。这天外场玻璃上有水雾遮挡，游客看不清萌兰便掏出纸巾擦拭，慢慢观察过后也学着对方动作，用熊掌有模有样的擦起了玻璃，不一会儿就将面前的玻璃擦得锃亮。看来萌儿再次遇到债务危机时，就能通过擦玻璃副业赚钱还债了。而当看到工人在外面忙忙碌碌时，萌兰就会凑过去监工指挥对方干活。看到季奶爸举起手机对准自己，他立马摆好 pose， 没错，就这样宣传我。其实萌儿打小就很聪明，这天还是个宝宝的萌兰突然嘴馋，但久久都不见老爷给自己送加餐，而他想到做行为训练会有奖励果果吃，便主动来到抽血台前板板正正坐好，随后伸手抓住把手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天灵灵地灵灵，给我个果果行不行？很难不怀疑萌兰脑袋里装的全是智慧。平日里徐老爷总是拿水管朝他呲水，萌儿疯玩的同时不忘学习这项技能，隔天他就把皮球灌满水去给小树浇水，心想小树快长高，助我完成越狱大计。都知道萌兰曾脚踩玩具球翻墙越狱，后来但凡能拿来踮脚的玩具都被铁链禁锢。而当他看到李奶爸拿着铁锹卖力挖坑后，萌儿瞬间想到自己还可以挖地道越狱，于是李奶爸在外面挖，萌兰在里面挖。小熊精还知道抬头观察奶爸动向，被发现了就一屁股坐到坑里加以掩盖。只能说但凡奶爸给萌儿拿一把铁锹，一个晚上一个奇迹，一条西直门三太子专线。而萌兰不仅学习能力强，模仿更是一绝。有次时尚达人徐老爷换了墨西干发型，萌儿立马被对方迷了个七荤八素，当即给自己做了个男神同款，直呼这才是我三太子该有的炫酷造型。不过当徐老爷换了个锅盖发型后，萌儿看着唯一相似的绿色王八壳陷入沉思，但为了和老爷看齐，还是咬咬牙扣在了头上。不得不说，萌兰为追求时尚真的付出了一切。当帅奶爸隔着玻璃抚摸萌兰的脸时，萌儿有样学样，踮起脚轻抚对方的脸，一人一熊对视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就说谁能不爱如此暖心懂事的小熊啊？因为老爷总是给乖孙投喂新鲜的竹子，萌兰也想把最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对方，于是在一堆竹子中挑选了一根最新鲜的，学着老爷的动作把竹子从窗口递过去，确认对方收到后才放心离开。如此聪明可爱的萌兰，难怪能成为顶流。迷人的爹，强势的妈，社牛的弟弟和修仙的他，灵颜的姐姐阿杰是什么搞笑熊？眼前这只安静打坐四大皆空的小熊，就是显眼包灵颜的亲姐姐阿杰。爸爸是迷晕万千女熊的大帅熊金科，妈妈则是坚持熊掌在上的迷你。由于阿杰的出生体重重达212克，敏敏难产了3天3夜才把他生出来，因此他还有个小名叫小虫虫。而阿杰这个名字则是牟氏杰奶爸取的。藏语中阿代表孩子，杰是杰出，奶爸希望阿杰能像个孩子般无忧长大，也希望宝贝能做熊猫界的翘楚，而阿杰也没辜负奶爸的期望。
小时候性格特别凶悍，走路还都跌跌撞撞的他，一声怒吼能把敏敏妈吓一跳。据说阿杰曾和妈妈成为野培对照组，但后来因敏敏奶水不足，野培中断，阿杰也被退回到耿达幼儿园上学。初到基地的阿杰显得格外小心警惕，但慢慢熟悉环境后就开始暴露本性，直接打遍同龄小熊无敌手，凭实力成为耿达山口组大姐头。当初刘奶妈看到阿杰坐姿太豪放，下意识就要吐槽他没女娃娃样，可一想到阿杰脾气大，自己打不过，就先给他拿块窝头，再温柔劝说。哎呦，女娃娃脚不能翘那么高，脚下来，脚下来，脚下来，女娃娃要有女娃娃的样子。不行。但随着阿杰长大，性格也变得温和，不仅痴迷修仙，还一门心思扑在干饭上，以至于1.5米的身高，200多斤的身材。有时阿杰一时兴起，趴在水池上玩水，结果胖瘦的身材把水堵得严严实实，直接把阿杰本杰给整懵逼了，小手使劲扒拉，以为水被地面吞掉了。虽然灵岩和姐姐共用一张脸，但不同的是阿杰看上去就好看，而胖妍看上去就好笑，并且还很车。毕竟车座子脸向来传男不传女，并且相较于阿杰一门心思的做修仙，显眼包胖妍则是一刻都闲不下来，每天不是在整活就是在去整活的路上，就算是两脚兽都无法撼动他的地位。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！不过胖妍也因跳舞时用力过猛，被判定擦边喜提直播被封大礼包。原以为是为了维护青少熊的身心健康，可看到在全球直播镜头下扭屁屁的福宝，不仅平安无事，还有导播切远景帮忙掩饰。胖妍骂骂咧咧退出直播间服辣。对此网友表示，国际顶流明星和内娱顶流明星还是有区别的。可芒小五再次上演扭屁屁名场面后，灵岩彻底坐不住了，我要告到中央。所以呢，就因为熊家屁股大吗？看热闹的网友也再次出来和稀泥，多大熊了还跟孩子比他多大你多大呀？果然只有俺们胖妍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原来金虎的每顿做都不是白来的。都知道飞云有个小白象玩偶，是奶爸奶妈亲手给闺女编织的。萌妹很喜欢每天抱在怀里爱不释手，就连睡觉也要抱着用手轻拍小白象。然而这天飞云下班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小白象落在公用通道内，刚好被路过的金虎发现了。大胡子好奇地抱起小白象仔细闻了闻，发现上面沾满飞云的气味后，吓得手都抖了。随后做贼心虚的他趁四下无人带走了玩偶，这要是被飞云知道了不得，扒了他的皮。当初萌儿的奶妈带着聘礼去提亲，飞云很给面子的接受了小鳄鱼玩具，心想本熊的盖世英雄终于出现了，谁料爱情的小火苗刚刚燃起就被浇灭。嫉妒心爆棚的金虎趁其不备咬坏了小鳄鱼，这坏的哪里是玩具，分明是飞云的爱情红线，气得我们萌妹差点要咬碎铁栏杆去揍他。爹，看看你的小鳄鱼嘴怎么了？是不是你的小玩具啊？又别更新主动了，你是不是不高兴了？不得不说，大胡子是一点记性都不长，而奶妈为了不让好蛋儿挨揍，估计已经在连夜搓洗小白象了吧。其实也不怪飞云不待见大胡子，属实是他办的事有点缺德。这天金虎意外发现飞云的院门没关，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参观机会。随后就见大胡子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，四处嗅着味道，表情中略带一丝猥琐。胆大包天的他甚至在树底下撒了泡尿，妈还跟人场地里尿尿，哎呦！不过瘾的金虎又开始研究飞云的玩具，心想这娘们怎么有这么多精致的小玩意，很难不担心飞云会出来给他一顿揍。但金虎似乎毫不在意萌妹的感受，临走前又在木架边上留了泡尿。奶妈看到这幕，已经预感到了他的结局。飞云明天出来30年了，金虎。次日，飞云得知金虎来串过门，还到处撒尿，他呆呆坐着，低头生闷气，小拳头攥得梆紧，看似很安静，实则内心在盘算如何整治金虎。就算有6把锁，都阻挡不了我们金刚芭比。不得不说，金虎没有一顿揍是白挨的，硬生生做没了青梅竹马长大的情。金虎小时候特别喜欢和萌妹贴贴，两熊鼻尖对鼻尖的画面满是粉色泡泡。因为飞云打小就喜欢吃吃喝喝，金虎就甘愿做他的提笋小弟，还会主动帮萌妹剥笋皮。当飞云、金虎、妙音3小只来到大连后，大胡子也总是找萌妹贴贴玩耍，就连去小卖部也要和对方靠在一起。就是说有青梅竹马的 boss 加持，金虎还能把飞云惹到丝毫不想搭理。大胡子真是凭实力单身，原来我们都被地主家傻儿子骗了。其实他背地里有800个心眼。都知道金金四海的床又大又宽敞，与之对应的就是7载的纯欲风，他甚至得蜷起身子才能勉强躺上去。明明是日进斗金的地主家傻儿子，却活成了家徒四壁的五保户。网友们纷纷谴责元芳这是办的不地道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小桌子其实是7载的饭桌，它不仅有4海同款豪华大床猫爬架，甚至还有个贵妃池，既能喝水也能洗澡。而7载之所以喜欢待在角落的饭桌上，或许只是单纯的想让奶爸死网上，这谁看了不得感叹一句，笑出强大。同样致力于坑爹的还有显眼包灵岩，只见他蹲在滑梯下面抱着木头啃了2口，发现味道不好，直接倒在地上，搭配上一身糖霜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熊熊我吃不饱睡不好，太可怜了呜。隔壁麦麦听说灵岩这显眼包演起来了，
不服输的他先是冒着大雪蜷缩在门口吃笋，回到内场后又开始啃木头糖以充饥。这哥俩直接把奶爸当场逼疯，就差下跪道歉了。而著名影后秦韵为了盆盆奶无所不能，明明前脚刚喝完，后脚就叼着空盆看奶爸，威胁到要么再给我冲一碗，要么你就死网上。眼见奶爸无动于衷，秦韵立马引后附体，瘸着后腿在院子里到处爬，努力营业。看着他想喝口水都得靠前肢努力爬行。游客纷纷投诉园方虐待大熊猫，瑟瑟发抖的奶爸只能给秦韵倒上盆盆奶，低声下气的恳求姑奶奶再略微出手辟个谣。随后就见秦韵生龙活虎的跑起来了，边跑还边咩咩叫，好爷又是拿捏奶爸的一天。这天萌二在院里故意吃草卖惨，游客看到后喊话：“二小子别再演了，你别演了。”听懂的他点了点头，扭头走凶。遗憾今天没能让黄连死网上，感觉整个北洞的饲养员都在瑟瑟发抖。毕竟不光萌二，就连萌兰也开始坑爹了。只见正上演铁窗生活的他含泪啃树枝，表示熊家要饿晕了，姨姨们快把我放出去吧。发现有两脚兽在拍萌兰，表演得更加卖力，边吃边翻白眼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与世长辞了。要不是看在这小子胖成了阳光开朗大胶囊，恐怕猫粉们真的被他高超的演技给骗了。都知道杨奶爸为了蔓越莓的婚姻大事，很早就开始训练好大儿的后置力量，没曾想奶爸把他放心上，他把奶爸挂网上。只见蔓越莓训练时突然给杨奶爸跪下，场面瞬间变成饲养员训练熊猫跪地起誓。不得不说，滚滚们为了拿捏奶爸真是个显神通。眼前这只甜度超标的大熊猫就是2届颜值天花板北辰，妈妈是知名白富美基地之花北川，北辰有妈妈同款包子脸小眼圈，肉嘟嘟的脸颊上还自带粉色腮红，因为天生微笑唇，看起来乖巧又可爱，就连睡觉都感觉是在做甜甜的美梦。网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甜包。此外，北辰还有妈妈同款土豆腿，并在原地的时候站得板板正正，看上去像是一个熊熊小板凳。果然蚩尤选熊猫当坐骑是有原因的。其实北辰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北霞，但由于当初妈妈北川生仔时不会带娃，不小心划伤北霞的手臂，导致感染截肢，兄弟俩只能从小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长大。因此后来北辰和嘉欣、文静他们合班后，还没断奶的他找到同班女同学要奶喝。同样是宝宝熊的嘉欣被咬得直翻白眼，心想早知道就挂在树上不下来了。这一幕直接把远处的文静都看呆了，饲养员也急忙出声制止，让北辰回家。痛得受不了的嘉欣起身想要挣脱牵制，但奶瘾还没过去的北辰依旧不松手，想必这个黑历史将伴随他终身。其实相同的事件还发生在花花和叶身上，当时许多猫粉都调侃叶子是待宰公猫，结果没想到熊家是个正儿八经的小姑娘。看来花花早就知道荷叶其实是妹妹了，为了让北辰戒奶，只能暂时安排他独居。起初小家伙还有些不适应没有伙伴的日子，经常在墙边绕圈听小熊有打架的声音。奶爸见状就给北辰拿了些笋笋转移注意力，小甜包这才开开心心的靠在树上炫饭。之后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，北辰逐渐适应了独居生活。只见他踩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出来上班，随后直奔小水池旁边寻找美味果果吃。但因为天气太热，奶爸把零食放到了阴凉处，溜达一圈都没找到的北辰直接生胖气，疯狂打滚霍霍草坪和可怜的小树苗，感觉奶爸再不道歉，院里就要寸草不生了。吃饱喝足后，北辰就会挂在树上，笑眯眯地欣赏硕大的后花园，仿佛在思考下次该改造哪块区域。不仅如此，北辰还是下班困难户，下班时间奶爸亲自来接他回家。没睡够的北辰直接恶龙咆哮，不得不说奶凶的模样也很可爱。有时一名饲养员实在应付不过来，奶爸们就会骑上阵把小甜包抬回去，这架势和过年抬年猪有的一拼。如此可爱甜美的仔仔，网友们爱了吗？